常建雄当年拿了我的论文，你们公司才有今天的成就。所以说，你们每个人知道，你们都是踩着我的肩膀，你们才有今天的成就。因为这个人是你，所以我不相信。但我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圈套。在海岛的密约、入股极客飞行，还有奈娃，都是我报复常建雄的战利品。你不去做演员，真的是可惜了。在我面前，你是个商业精英。南桥来了，你就变成了一个复仇者。在南桥眼里，现在又是玩弄感情的花花公子。我本来就是玩弄感情的坏人，你不怕吗？威斯快把我们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了。老大，你不能因为男人胳膊肘往外拐啊！我不会让我自己的事情变成公司的事情。你知道我从不做梦，我只知道自己要的东西要自己去争取。老大，这访谈栏目咱不能缺。公司现在这个处境上节目，那就等于给对手机会吊打咱们呀。老大，我们能理解你对前男友的心情，可是分手也不等于要自虐呀。对付一个叛逆的孩子，放任自由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因为你越这样，他才会越内疚。你往别人车上抹泥巴，还没做坏事呢，他们都告到学校去了。我那是伸张正义，有些讨厌的人就该有人教训。要教训人呐，就要站到对手的对面去，背后偷偷摸摸的搞事情，丢人。如果安妮不同意呢？他肯定同意。能够踩到南桥，这场戏他肯定不会错过。你干嘛呢？你们已经给南桥身上捅了一刀了，还想打欧阳琦的主意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小齐是绝对不会上你的当。温迪，算了，已经是过去的事儿。不好。啊，好。二位好，我是今天主持人。那这个是我们的台本，一人一个。一会儿呢，你们两个可以看一下里边的我们的一些内容，还有时间流程。我们节目能请到二位这样炙手可热的公众人物，真的是非常荣幸。你这个问题也是够犀利的。你真的觉得我们 Wins 的成立是针对极客飞行的吗？哎，石总，公众人物面对着我们的观众，肯定有非常多观众的好奇想要问你们。那做我们这一行，不就是想把观众的问题来问问你吗？是不是，南总？我没有问题啊，所有关于无人机的问题我都能回答。当然了，Wins 成立的时间我也很好奇，也很期待石总的答案。石总，之前你是极客飞行的股东之一，但是突然离开了老东家，又另起了门户，开了新公司，公众对这个事情还是挺有遐想的。合作过后有单干的念头，这很正常啊。自己公司的股东一夜之间变成了竞争公司的 CEO， 我可是好几个晚上都没睡着觉。怎么，南总舍不得？岂止是舍不得呀，我也得好好反思一下，为什么我自己的公司留不住人。
像石总这样既懂技术又懂投资的合作伙伴，谁想失去啊？不过最近我也想明白了，石总有理想，有资源，也许离开极客飞行才是最好的发展吧。南总啊，你这是嫉妒吗？嫉妒会让人变得丑陋吧？石总人脉广，认识资本丰厚的大东家，能第一时间就推出跟 VR 的合作，这种实力是嫉妒得不来的。我们极客飞行白手起家，靠着合作伙伴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这才是我们自己要走的路，何必要羡慕别人呢？南总果然是快言快语的女中豪杰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录制是直播，所以二位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流程，毕竟对话的默契很重要。啊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合作了这么久，肯定有默契的。对了，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近朱者赤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二位再继续沟通一下，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南总。安吉过来探班。初次见面，我是安宁。南桥，偶尔听十月提起你，今日一见，南总比我想象中还要更特别一些。谢谢安总的夸奖，也谢谢安总的花。虽然没听十月提起过你，但是今天见到本人，也是觉得非常特别。南总真会说话，可惜手底下人没有得到真传。不过没关系，年轻人创业嘛，难免有的时候先浮气盛。Wins 和极客飞行也确实有一些误会，小伙伴们一时受挫，做了一些不理智的事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年轻人做事冲动，我觉得很正常，挺好的。有话就直接说，有事情就直接做，最起码不会背地里动刀子。至于极客飞行和 Wins 是不是真的有误会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二位聊，先去演播厅了。你这个时候来这里，是怕我们 Wins 的气势输给极客飞行吗？今天是 Wins 和极客飞行第一次正面交锋，我怕你怜香惜玉。我既然来了，便心里有数。我信你。安姐不在现场陪十月录影，怎么就先回来了呢？没赌过博吧？买定离手，这是游戏规则。请吧。现
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，以及通过线上方式观看本次访谈节目的各位我们的嘉宾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现场不聊美食，不聊美景，也不聊美女，我们要聊一聊我们的另外一双眼，让无人机带领我们领略大千世界。那今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，也为大家邀请到了2位在业界内非常知名的人士，来为我们来详细解答关于无人机领域的一些事情。那这2位嘉宾呢，首先我们的第1位来自极客飞行的 CEO 南乔女士。Wins 公司 CEO 石跃先生。我们都知道，当今科技创业大热，不少的青年才俊在这一条道路上非常的成功，但是像南总这样杰出的科技女性却不多见。所以第一个问题，我们来问一问南总，为什么会选择无人机这样一个领域呢？好机会，小乔最擅长这个，如果能成功拿下第一个问题，肯定能赢得不少的观众缘。好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。其实我哥哥是一个飞行员，飞行梦是他带给我的。然后我就在想，无人机是不是可以应用到更多领域里面去？好，那刚才通过南总对童年的这样的一个回想，那这个问题同样问一下我们的石总，你为什么当时会选择无人机这样一个领域，并且你觉得在未来无人机领域会为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你这个问题有点深奥。其实呢，我自己觉得人类与科技的结合，并不在于仅仅的一些共存。科技成就了人类本来的不可能，也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方式。就好像我们这一次的 VR 技术，跟无人机的结合，完全打破了监视在距离上的一些局限。站得高，看得更远。对于我来说，无人机简直是人体的延伸。石总的话还真的是让我们深思啊。那今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极客飞行成立了有3年，与刚刚成立的我们的 Wins 公司在科技理念上达成了共识。在之前，我们一直认为 VR 与无人机的结合的创意是南总您第一个想到的。刚才石总的话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？其实不瞒大家说，我是跟南总呢偷师了好几天啊，还有我的那些 VR 技术灵感都是从南总身上拿到的。所以之前师徒对手的这个传闻是真的？是。向南总偷师这个传闻也是真的？是的。谈不上偷师吧，石总在极客飞行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。其实极客飞行研究 VR 技术，灵感的来源是石总才对。那今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，我们摄制组也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视频。这个视频呢是无人机第一次真正的在网络上传播，并且呢能够让万千网友热血沸腾。那在看完之后，我们将会再次有请2位来为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我们这一个视频背后的故事。请看大屏幕。抽他个大嘴巴！我终于明白，小乔为什么非要来参加这次直播了。他是想借这次机会替石跃洗清骂名。他已经不是我们当年认识的那个南乔。这样的小乔，让我心疼。坐吧。喝点什么？随便。
通过南总对童年的这样的一个回想，那这个问题同样问一下我们的石总，你为什么？安姐约我见面，就是为了一起看这个。你觉得在未来，无人机领域会为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这么多年，我最满意的作品，就是如今的十月。您培养出来的石总，确实出色。那还是要谢谢常少啊，要不是当年的论文事件，我怎么会得到十月这么有力的干将？年少不经事，难免犯点错。怎么，安姐想要替十月好好教训教训我？生意人，别老说教训不教训的，太野蛮，我不喜欢。生意人那套假惺惺的东西我也不懂，我只知道善恶分明，是恶就要嫉恶如仇，是友，就算两肋插刀也在所。想不到常少爷对朋友如此忠诚，就是不知道南桥小姐对你是不是也是一样的。早先我听说过一句话，说在感情世界里面，默默付出的人，最后也会默默离开。即便你们世家交好，青梅竹马，但也终难抵得过干柴烈火。难道常少不怕吗？看来安姐对男人还不是特别了解。就算是竞争，赢要赢得光明磊落，输要输得心服口服。有些人喜欢背后使阴招，而我和十月都不屑这么做。现场的各位一定看过这段视频吧？没有。那有没有转过我们的朋友圈或者说是微博？有。其实我自己也有转过。哎，南总，刚才看这段视频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我们极客飞行的一种营销手段吗？而且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视频当中的就是我们的石总吧？显然，二位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就是一对情侣。所以，石总当时你是什么心情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想问，我们哪里像情侣呢？当时我们在网上大家评论热议的时候，可都说这个眼神非常有爱。我跟你说，网上评论的那些东西呢，千万不能看，那些叫什么呢？那些叫脑残粉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们两个人呢，都是一个专业的演员，所以能骗过大家。我相信今天台下的你们都是我的真爱粉，是吗？所以，南总你怎么看？虽然看上去很像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始，但是我今天要说的不是一个爱情故事。石总，VR 技术和无人机的结合，灵感源于你。由你来完成这个创想，只能说是物归原主。从极客飞行的成立，或者说，从我萌生飞行梦的时候，就从石总那儿得到过莫大的启发。我一直心存感激，甚至是遗憾和内疚。遗憾的是没有很早就跟石总相遇，成为合作伙伴。内疚的是，因为之前的机缘，这些年给石总造成的困惑和痛苦，非常抱歉。真的非常抱歉。
直期待极客飞行出新产品的朋友们，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，久等了。但是请大家相信，极客飞行会因为热爱重新振作，负重前行。其实飞行梦想，从来都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，或者一家公司的事情。每一个热爱者的支持，每一家公司的加入，都是不断的在壮大无人机事业。所以有些时候，竞争对手，也许是我们前行路上最好的陪伴者。对吧，石总？疼啊！一点点，借给我5000万，我给你银行利率上浮10%。你没有车，没有房，你的公司没有不动产，你拿什么来做抵押？要不这样吧，把你自己抵押给我。可以啊。有没有想过，在满天繁星下试飞你的无人机啊？现在吗？你怕你的无人机不行啊？哈哈。你的分析师没有告诉你，室内悬停技术是极客飞行在业界一举成名的原因吗？好喜欢你哟，么么哒。整句念。好喜欢你呀，么么哒。在海岛的蜜月，入股极客飞行，还有那一幕，都是我报复长剑雄的战利品。明白了？还有，我跟你们说，VIV 之后，你们所有的产品、所有的计划，都会被我威尼斯撵上。怎么？长少见不得自己喜欢的人给10月道歉？我是怕安姐见不得自己心爱的男人被南桥道歉。想不到长少是个睚眦必报的男人。那安姐呢？安姐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呢？不断进军新的领域，并且能迅速的做大做强，无一失手。就连我这个不经商的人都不禁好奇，能力得有多全面，才能这么驰骋商界，游刃有余啊？你会这么想，一点也不奇怪。这么多年，像你这样的质疑声，我也没少听。世俗的眼光就是这样。但凡女人成就一番事业，就觉得要么是靠男人，要么就是靠打擦边球。那安姐其实靠的是什么呢？坚持。但凡我看上的东西，只要咬住，绝不松口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换一种理解。但凡是我认定的猎物，我会让它插翅难逃。看来10月跟安姐的这几年，
没少得到安姐的真传，手段凛冽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也不知道是安姐的有心示意，还是十月她本性如此。长少认识十月的时间应该比我还长吧？难道还分不清楚吗？怪不得这么多年还没把南桥小姐追到手。不知道是长少情商太低呢，还是真的愚钝？不过我今天找你来，是想提醒你，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变成我的猎物。我怕到最后难免伤了他。看来安姐果然如传闻中一样有手段。不过我也提醒你一句，动了不该动的人，我常剑雄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爽快，看来我们还是有很多默契的。告辞。我送你。长少今天也算是认了门了，以后想知道我什么事情，尽管来问我，就不用再到处找人打听。要不要找人盯着他？不用，他会来找我的。总算知道了一个在明处的敌人，是个好事儿。怎么会是敌人呢？说不定是个盟友呢。那要不要瞒着点十月？不用，把消息放出去。鹬蚌相争，渔翁才好收利呀。郝杰，你说你怎么好意思姓郝呢？也不能怪他，演的太差，认贼作俑。你们刚刚南桥说还要感谢谁呢？你废话，那是我们老大心胸宽广。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说多了，我们机密又被盗走。先走，我跟他聊两句。郝杰，在。南桥大赌，他不跟小人纠缠，这是他的选择。但我和他不一样，凡是欺负过南桥的人，这辈子都会留在我的黑名单里。没有出头之日吗？没有。也许到最后，这一切都只是个误会呢。别拿误会当借口，装出一副高尚隐忍的样子。骗子不配得到爱。小琪，小琪，我这。小安，不聊呢。小安，小安，过来聊一下。老大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这一堆文件等着他签字呢。老大现在这个时间应该还是在接受采访，估计咱们开会又得往后推了。哎，谁能想到有一天咱们跟老大开会，还得跟这帮记者、媒体抢时间？要怎么说呢？得网络者得天下。怎么说？就说 Q 哥啊，参加了一个网络相亲节目，吸引了无数的女粉丝。再说老大啊，参加了一个录影直播，成功的把一科技公司转型成了娱乐公司了。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要不是老大在网上树立新形象，我们公司能度过这次危机吗？哎，老大回来了，10分钟后开会。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哎，
我什么时候也能变成老大那样的女人啊？享得了福啊，另外一个层面呢，就是吃得了苦。你知道吗？一个女人，尤其是老大这样的女人，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心平气和的和前任男友聊公事，对不对？还能偷偷的摘干净背叛这个马明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就意味着老大把10月这个人渣放下了，好事儿。现在网上都拿老大举例子，说她是独立女性的典型代表，面对渣男敢爱敢恨，昂首阔步不回头。独立女性，她就得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，意味着有苦不能说，有泪不能流啊！那些写手哪知道老大眼下那黑眼圈用了多少粉底才涂上的呀？这个我特别同意老秦啊，就是咱们老大作为一个公司领导来说，没问题，是吧？敢做敢拼敢担当，对吧？但是单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说呢，怎么了？所以说，一个男人绝对不能找一个强势的女人。你也是吗？当然了，我要找的是温柔贤惠的老婆，不是埋头苦干的老板。做女人难呐，做一个事业和爱情兼顾的女人更难。你有话就说，你这样看着我太吓人了。不得不说啊，自打你认识10月之后，在人情世故和说话做事这方面，不仅开了窍，还上道了。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呀？如果你在台上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去指责 Vince， 反而会让大家对我们公司实力堪忧，觉得一个新兴的小公司就能把我们一击即碎。可如果我们强势的去打压 Vince， 又会让公司陷于八卦之中，我们的产品反倒成了陪衬。我就有什么说什么呗。所以说啊，你这招无声胜有声，给我们的公司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。不争，正是我们此时需要向媒体还有大众表达的一种态度。行了，别夸我了，我听出来了。老大，我们说一下下面的计划吧。接下来的计划我做了个计划表，现在发到群里，大家看一下。有什么抱怨的，赶紧的。你们3个不抱怨时间紧、任务重了？特殊时期特殊对待嘛，对吧？不就98页吗？对啊，平均下来每人才30多页，不多。我们一直是最紧密的5人秘密小组，对吧？当然了，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的5人小组。所以我想说一下我的计划。我想休息一阵子。这段时间你确实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啊！放心，公司有我们呢。最近因为我的事儿，大家都辛苦了，所以全体休假。这事儿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商量一下？公司运营的事情不是你一个人说了就能算的，又不是解散公司，大家带薪休假。好，那就听小乔的，大家先休息1周，调整一下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从《极客飞行》发布第1件作品开始，我们每个人都处于特别紧绷的状态，经常是为了赶进度，在加班。大家都太辛苦了，好好休息一下，也给我一点时间，想一想公司下一步怎么走。所以全员休假，期限待定。你在开玩笑吗？这等你想明白。那要是你一直都想不明白，这公司不开张了。而且现在舆论刚好有好转，我们必须乘胜追击啊！我们乘胜追击什么呢？
拿回温斯抢走我们的一切，创意、名誉、尊严。有时候太在乎输赢，反而会忘了真正决定输赢的东西是什么。这次丢掉了 VIV 这个合作伙伴，虽然有10月和 Wins，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好好的想一想，为什么没有了 VIV 我们就输了？为什么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新公司可以把我们成立了3年的极客飞行搅得一塌糊涂？我们究竟依赖什么在无人机市场里面生存？如果我们没有带有极客基因、不可被复制的作品，不管我们花多长时间去研发，最终都只能忙于跟各种各样的竞争公司对打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但是我们的初心并不是跟哪一家公司去竞争，我们都清清楚楚的知道，我们要做的是载人无人机。做极客飞行，是为了把科技带到日常生活里，让无人机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、更便捷。这些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。但是3年了，大家都太兴奋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我也真的不知道公司下一步要怎么走，大家一起想想公司的未来。谢谢大家。喂，有什么需要吗？温迪，我们家这煤气是没有了还是坏了？你不会是想做饭吧？对啊。你这都不大半年没做饭了，你们家煤气总闸肯定关着呢。煤气还有总阀吗？你现在走到厨房里，然后面对灶台蹲下，把左手边的第2个柜子打开，里面有个蓝色阀门，看到吗？把这个蓝色阀门逆时针向上转90度就行了。我找到了，我看看啊。嘿，有火了，有火了！哎，不过你确定要自己做饭吗？哎，我需不要先抱个火警备着？太逗了你，我那是平常没有时间做。我做这饭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就点着火呢。
过来，过来，哎哎，给我站好，站好。哎，你怎么又输了？啊？嫉妒会让人变得丑陋吧？石总人脉广，认识资本丰厚的大东家，能第一时间就推出跟 VR 的合作，这种实力是嫉妒得不来的。谢谢安总的夸奖，也谢谢安总的花。虽然没听10月提起过你，但是今天见到本人，也是觉得非常特别。年轻人创业嘛，难免有的时候先浮气盛，小伙伴们一时受挫，做了一些不理智的事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年轻人做事冲动，我觉得很正常，挺好的。有话就直接说，有事情就直接做，最起码不会背地里动刀子。早先我听说过一句话，说，在感情世界里面，默默付出的人，最后也会默默离开。看来安姐对男人还不是特别了解。就算是竞争，赢要赢得光明磊落，输要输得心服口服。有些人喜欢背后使阴招，而我和10月都不屑这么做。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变成我的猎物，我怕到最后难免伤了他。不过我也提醒你一句，动了不该动的人，我常剑雄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虽然看上去很像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始，但是我今天要说的不是一个爱情故事。VR 技术和无人机的结合，灵感源于你，由你来完成这个创想，只能说是物归原主。从极客飞行的成立，或者说从我萌生飞行梦的时候，就从石总那儿得到过莫大的启发。我一直心存感激，这些年给石总造成的困惑和痛苦，非常抱歉。过来，过来，哎哎，给我站好，站好。来，你怎么又输了？啊？他们个子高，我没有优势。个子小，这个手脚才灵活。啊，那傻大个反而是个累赘。我怎么教你的？你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去攻击别人的弱势。可我没找到自己的优势啊。你是南洪州的外孙子，这就是你最大的优势。啊，行了，爸爸，打架斗殴的技巧能少学还是少学点。打架是交流感情，斗殴是强身健体，男人之间的情谊你不懂。我当年训练你小姨的时候，负重5公斤不在话下，那引体上仗啊还能做几组呢。哎，你这个男子汉怎么混成这样？外公，你这是表扬小姨吗？哪个男人会喜欢比自己还强壮的女人啊？难怪现在小姨只能单身，是吧妈？外公对小姨的培养从一开始就是错误路线。不过这点我同意啊，您按自己的样子打造小乔，他现在的倔脾气不跟您一模一样吗？现在所有您受的气，都是当年您自己犯的错。会打架、够强壮的女版南豪州回来喽！小乔，爸，姐，叫我呢，有事儿。小姨，姐，我有事儿求你。怎么啦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个的事小不了。天大的事儿，我回来蹭饭。耶！吃饭可不是天大的事儿吗？我做饭去，来不及了。嘿嘿，蹭饭。哎，蹭饭吃，哎呀。
姨，你回家还带任务单啊？正浩，给我！哎呀，回家见父亲，只吃饭不吵架。我看这第一条就得黄。外公，别偷听了，你水都浇地上了。正浩，你给我！不给。去死是吧？走。不想去集合培训了。过来。看戏是老年人的爱好，我又不是外公，我才不要听社交帮。你有没有文化？这是《牡丹亭》。老老实实坐着陪你外公听戏，我的事儿一个字儿也不准说。回头我奖励你一辆还没有量产的无人机。没摆完呢。没吵架，挺和谐。爸，吃饭啦！正浩，吃饭了。来了。小乔，真休假了？公司呢？就有问题呀？大家都休假了，这3年一直都没休息过，正好借这个时候喘口气。我听着不像休假，像破产。小姨冷静，只吃饭不吵架。来，谢谢外公。姐，还是你做菜好吃。哎，小乔，休假准备去哪儿玩呀？带建雄一起。我明说吧，常建雄这孩子呢，爸爸和我都非常喜欢，从小看他长大，知根知底的，而且对你非常好，我们都希望。你们别希望了，我放假不想出去玩。你们不3天2头的说我不爱回家吗？我回家了，你们准备把我送哪儿去啊？家里待着也好，在家陪陪我们，陪陪爸爸也行。这人呐，闲来无事，就容易招是非。吃完了跟我到书房练字儿。哦。果然是你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东西忘拿了，看到这边有动静你就过来看看，好巧啊。同是天涯加班人，咱们俩还挺有缘分的。坐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都放假了吗？那你来公司干什么？我写了一个新的企划案，想让你帮我看一看，因为可以消耗公司大部分的库存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，想找南桥请教一下，你要不要跟他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一起跟我们讨论一下工作上的事儿？技术上的问题你来找我？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休息时间？强迫工作是要付3倍工资的。
谈钱多伤感情，你帮帮忙嘛！哎呦，你和我现在已经不是师徒关系了，有什么事儿请发 email。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。那你休息准备去哪里玩啊？你一会儿去哪儿？要不我跟你出去转转？只要暂时别让我看到这个电脑就行。那你算是找对人了。论玩儿，你得管我叫一句师傅。师傅，走吧。把相册翻出来了。你姐夫研究所要考核，非得要一张我俩的合影，我找半天也没有。就这张，你又把结婚照交上去啊？哎呀，我跟你姐夫除了结婚证上那张照片，好像只有这张照片能证明我们俩是夫妻关系。能证明你们俩是夫妻关系的是郑浩吧？哎呀，年轻的时候啊，他信我，我懂他。他跟我说，我是他最值得信任的伙伴。我觉得这句话是世界上最贴心的情话。哎呀，可是现在想到我们俩只是伙伴关系，堵心。现在能想明白了不啊？你跟常念雄就这么算了？什么叫算了？我们从来也没在一起过呀。我觉得啊，常念雄最了解你，你要不要试着跟他相处一下？你饶了我吧，我们就是朋友，就是最信任的伙伴关系。啊，那肯定不行，那过不下去，不能走我的老路。哎，他好久没来我们家了，你们是吵架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们俩吵什么架？吵架了也不会走心的，还不如吵一架。很多事情还是要趁早说出来，说开了，时间久了就会变质的。你也找不出来，你要不找2张照片，我给你 P 一起吧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这2张能 P 一起吗？能。真的？真能。行了，还是我给你 P 一张。这张结婚照也挺可笑的。哎，你喜欢吃那点心，去给你做点，一会儿带回去。好呀。加油。
么呀？我觉得你要是真想玩，先从那些抓娃娃和推硬币比较简单一点的上手。可我这个人就是喜欢高难度。好。快点儿！这怎么调啊？还拍照呢。好了。天哪！哦。弯道的时候，你记得压弯，然后往两边晃。对，别，这个晃。晃，哦，这是晃。压弯。压弯？什么叫压弯？压弯的时候，你记得刹车。你刹车的时候，你能压得住啊？压弯还要刹车，这不就翻？别往人家身上撞啊！哦。没事，马上一开始。撞你了啊！你干嘛撞我啊？明明是你自己撞到墙上去的。明明是你刚才弯道超车的时候太快。啊，对，弯道超车是你犯规，这局不算，再来一局。再来，不会就直说嘛，成我不会笑话你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啊？又是找我做表格，又是陪我打电动的，肯定是心里有事儿，想找我开导。我找你怎么就反常？休假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不去陪他，当然反常了。我和小乔的关系和你和小乔的关系是一样的。你也是闺蜜啊？就闺蜜了，是朋友，两肋插刀的朋友。那两肋插刀呢？玩游戏也不让着我点儿。尊重对手是一种礼貌，让来让去多小家子气。我看你啊，躲到我这儿来才是小家子气。你现在应该去陪小乔，他一个人又停了工作，我还挺担心他的。我也放心不下，可我和你都一样，只是一个旁观者。不能一样啊！从我和你解除师徒关系开始，我就已经放弃了。放弃了，真的放弃了。不过放弃也好。我心里有愧，但我分不清楚对石野和对南桥，到底对谁愧疚更多一点。你这愧疚还真是没完没了。常建雄，我告诉你，没关系。我就没关系。我不会因为你当年的过错就否定你的人生，也不会因为现在的尴尬局面就忘记你对公司所做的一切，所以没关系。我等了这么久，也没有等到他那一句没关系。你认识小乔多久了，还不了解他呀？这句没关系真的需要他说出口吗？别想太多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人生不就是这样，不停的洗牌，随时准备推倒重来。谢谢你啊。还想玩什么吗？我教你。碰碰车。
我是跟南总呢偷师了好几天啊，还有我的那些 VR 技术灵感都是从南总身上拿到的。显然，二位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就是一对情侣，所以石总当时你是什么心情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想问，我们哪里像情侣呢？当时我们在网上大家评论热议的时候，可都说这个眼神非常有爱。我跟你说，网上评论的那些东西呢，千万不能看，那些叫什么呢？那些叫脑残粉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们两个人呢，都是一个专业的演员，所以能骗过大家。每一次我们的意外遇见，有可能都是我精心设计出来的重复。所以刚才犯心脏病的人也是你设计的？我哪有这个本事呢？啊，就算我有，也要确保你有这个本事，叫无人机过来帮忙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天意难违。我从来不觉得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候会有什么尴尬的气氛，倒是你总提起他，让我有一点点第三者的感觉。你还真是个自来熟啊！第三者是什么？第三者得是几人关系中的主要矛盾，你连我们的关系圈都还没进呢。那你总得给我一点名分呐，不然我拿什么跟他斗啊？为什么非要斗啊？一山容不得二虎，你可以放轻松一点吗？你的背做得这么直干嘛呢？后面又没有人用尺子在后面监督着你。开飞机坐姿夹角必须成。角度呢是应该保持住的，但是你看看你自己这么僵硬，连动也动不了。你是在开飞机，还是飞机在玩你呢？开飞机必须要3个必须，5个反式，8个确认。你怎么知道？好学生的世界还有什么规则？坏孩子的世界就只有捣乱。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看我呀？这个时间不应该是在拼命的工作，准备和你的对手好好的搏一把吗？您也觉得我不应该休息啊？停下来想一想，可是有些事情啊，不一定是停下来以后事情就能解决的，也不因为是放假了事情就过去了。其实我们跟 VIV 的合作有排他协议的，镜头、云台、传感器，甚至飞行器的数据都要跟他们共享。这个就是和大公司合作的局限性啊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在想，没合作成，可能反而是好的。我要的是中国心、中国造，话语权要绝对牢牢的在我自己手里。不错，不愧为是我的开山弟子啊，有霸气。行，今天是俱乐部的开放日，孩子们到齐了。孩子们来呀来！今儿给你们讲讲无人机的一些科学知识啊。看到没有啊？这个就是一个无人机，也给你们讲讲无人机的几个主要的控制系统啊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飞控系统。飞控系统是干什么的呢？就是汽车的驾驶员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另外啊，小朋友们，让会长爷爷给你们飞一架无人机好不好？好，小朋友们注意看啊，飞起来喽，走！
南小姐，你还挺有办法。会长年年都办开放日，每年都要给孩子们讲无人机知识。其实孩子们更想看无人机怎么飞。是啊，看他们笑多开心啊！会长手里的那台是即刻飞行无人机吧？真得谢谢你啊！谢我们，谈不上，还得谢谢会长。看到孩子们笑得这么开心，对我们也是一种治愈。一个女总裁，订单被抢，感情被骗，你是如同你表现的这么放松，还是你正卧薪尝胆地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复仇计划？你的计划是什么？你是记者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记者？因为做过好多采访啊。你希望怎么回答？我怎么回答能增加你们的叫什么点击量，是吧？我是扮演一个苦情女，还是一个揭不开锅的女老板？或者我掉2滴眼泪，你拍2张照片？一个炙手可热的歌姬天才，你治愈自己的方式是什么？我的工作就是设计和研发无人机，编故事、演戏我不太会。商场上面的竞争，输赢很正常。哈哈。悠悠啊，来，这个你照顾一下孩子啊，注意安全啊。快一点，快一点！上面那几个飞机全部卸下来。哎，把东西搬哪儿去？会长，今天 Vans 的新品发布，选在咱们的俱乐部，这些东西放在这儿，确实是太碍事儿了。我给您先搬出去。你是不是觉得啊，我在这儿也很碍事儿啊？决定呢是负责人做的，我今天来只是来协商。您如果觉得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去联系一下赵先生。少跟我提什么狗屁赵先生，也不要拿投资人的身份来压我。我告诉你，这里我说了算。您如果不搬，我就帮您搬干净。放肆！即便是搬，也是你们负责人亲自找我。我来车。有事也来见我。花下 TB 俱乐部做营销，你还真舍得在宣传上花钱。这叫先声夺人。对了，等一下你去会场，盯紧一下航拍的素材，用来剪宣传片的。怎么了？有时候我真怀疑你人格分裂啊！坐在南桥家楼下看一整晚是你吧？让 Wins 和极客飞行打擂台的也是你吧？喂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行。怎么了？俱乐部出事了Wins 在俱乐部设展台，换飞机出了点问题。南桥也在那儿，你去不方便，我去了。没有什么不方便的。你留下来做方案，俱乐部我去协调。一听南桥在那儿你就去了？极客飞行的人在那儿，小心被死了。成年人的爱情你不懂，分了手也可以做朋友。你就装吧，贼心不死。
就想见人家。关于展柜的事情，展柜我已经清空了，先走了。哎，最近看了很多关于你的新闻，知道你最近呢过得不太容易。谢谢。我叫人到处都找了，就是没有啊。哎，是不是展示教学的时候我收回来了？我是记得都收了，可是就是少一台。这就奇怪了。那行了，等一下我让人再问问，看看是不是放在其他地方。好，先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！他都来了，你有什么话当面跟他说清楚啊。我没有什么要跟他说的。怎么就没什么说的了呢？那展柜的事儿也不想争取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人呢来了，他就证明他是给你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，这该争取得争取啊。我们现在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，资源的竞争在所难免，没关系。哎。喂，哎，你们能不能别找借口呀？啊，哎，我平时交的物业费都哪儿去了？你停水3天，你让一个现代人怎么活呀？哎呀，最后期限今天晚上肯定给我修好。哎呀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出皱纹呢。别瞎扯。看别看，真是休息。别打开邮箱 ，relax 休息不会，我这啊不工作你会死啊！哇！那个，你怎么来了呀？你家不是停水停电了吗？怕你没地方可去，把公司当家，所以给你送了点补给品。好，谢谢啊。你说你，发个朋友圈也不知道把茶水间公司 logo 给修一下。你喝什么？你在我面前装什么女强人啊？累不累？自然随性一点不好啊？唉，其实我觉得工作挺好，虽然有时候有点累，但也挺有成就感的。闲的时候也挺爽，但是闲过劲儿了吧，心里也觉得慌得很。是挺慌的。哎，
你待会儿干嘛？要不我们一起好了去？东西我已经送到了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这都是进口的，挺好吃。吃完你再找我要。哎，你真是来送东西的啊？直男癌。怎么被骂了？脸这么臭，笑不出来？能见他一面，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我发你的航拍素材怎么样？图像非常清晰，可见传感速度还不错。没想到 Wins 半路杀出来，技术还是可以的。小厮。